给我瞄准了打！打了！中国最恐怖的拳坛杀手横空出世，他可不管对手是日本冠军还是美国冠军，只要在擂台上遇到了他，通通都成不过一回合被打的站不起来，严重者会被他那蛮横不讲理的重拳打烂脑袋打穿耳膜。尤其是面对来华踢馆的日韩选手，他每一次都是拿着重拳往他们的脑袋上打，坚决不会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，总是喜欢提前结束比赛，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此人就是中国重量级第一人阿斯哈提，来自新疆。他的重拳拥有千斤之力，普通人挨上他一拳不是伤就是残，就算是美国大力士来了也顶不住他3拳。阿斯哈提迄今为止已经在擂台上连胜不败了3个年头。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就在阿斯哈提连战连胜无败绩之际，突然杀出来了一位来自日本的铃木博萨。47岁的日本人不在家里好好养老，竟然敢跑到中国耀武扬威，真以为他年龄大了阿斯哈提就不敢揍他吗？没上擂台之前，阿斯哈提可以尊称博萨一声叔叔，真要是上了擂台，阿斯哈提的拳头可不长眼睛，真要是打伤打残了，可不许怪阿斯哈提下手太狠。博萨为了给阿斯哈提一个下马威，居然在赛前大言不惭羞辱阿斯哈提就是一个大胖小子，完全没有任何掌控比赛的能力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阿斯哈提的精彩表现。尊老爱幼一直都是中华传统美德，但是站在阿斯哈提面前的可是日本老人，再加上拳怕少壮乱拳打死老师傅的魔咒，博萨他自己都不渴望能获得胜利，只要能活着走下擂台就是最大的胜利。拳击出身的博萨进攻攻势很猛烈，时时刻刻都在猛压阿斯哈提内围做动作，看来他还真没把小伙子阿斯哈提放在眼里。然而阿斯哈提也是拳击出身，自身的战力格斗技巧也是超乎常人，面对眼前这位日本老将，阿斯哈提非但没有畏惧，并且还表现得十分英勇过人。白水牛他实际的成名时代是在1995年的12月的9号，当时那个博萨呀，是当时取得35战全胜，在那场比赛里面是战胜了这个苏尔曼，取得了 IBF 的重量级的世界冠军。阿斯哈提开始利用自己所擅长的，可以说是上面后手拳打到博萨，漂亮，这个太出乎意料，太快了。对，要知道是有重量级拳手的，对，一拳重拳。博萨的眼神有点扑朔迷离，完全没有想到阿斯哈提竟然拥有如此惊人的爆发力。拿到比赛节奏的阿斯哈提没有任何犹豫，持续开始猛压博萨内围做动作。47岁的博萨不知道还能顶多久不被打废。从阿斯哈提的作战状态来看，阿斯哈提随时都有可能终结博萨，提前结束比赛。老同志不愧是老同志，挨到了这么多次重击依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照样能与阿斯哈提展开激烈的正面对抗。能被 KO。要知道白水牛曾经和这个泰森、沃里菲尔德、刘易松曾经交手过，阿斯哈提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。对，这是阿斯哈提非常重要的一战，和他的偶像的战斗。对。阿斯哈提同样呢也要非常小心博萨的后手空拳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后扫踢的动作，要用前扫踢干扰他的支撑腿，这样你的后手就打出来了。阿斯哈提登局在第一局解决战斗，不给博萨这个机会。博萨，你别看47岁，他的抗击打能力极强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，自己的观众朋友们请仔细看，这是博萨首次将护齿吐在了地上。像这种逼迫裁判暂停比赛的方式特别少见，也就只用上了年龄的人才会使用。真要是年轻小伙在擂台上故意吐护齿胁迫裁判暂停比赛，恐怕会被拳迷粉丝骂到退役为止。阿斯哈提的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，只会将拳头精准无误地打在博萨的脑袋上，无论博萨如何调整状态，都无法弥补当下所丢失的优势。这个白水牛博萨始终在调整他这个口腔的护齿，看来他今天这体能确实有问题了。毕竟已经47岁，你看，我觉得这个防守比较松，两个是手没有抱腿，这个非常危险。我觉得博萨扛不过这个回合，如果有一个后手摆拳，就有可能被 KO 了。阿斯哈提明显的在速度还有力量上都要强过白水牛。毕竟白水牛已经47岁，了。我们就从现在这个白水牛的出拳的力量，包括他的移动步伐上，已经是慢了许多，是不？主要看你的那个，如果被强的话，看你第二回合开始了。可以说阿斯哈提就是看着博萨的比赛视频长大的，不少技术和技能跟博萨很是相似，再加上两人都是拳击出身，并且还是重量级，说不定下1秒就会出现击倒读秒或者是终结 KO。能顶住阿斯哈提这么多次重击且不被打飞的还真不多，博萨算是其中脑袋最硬的那一个。
不愧是老同志，抗击打能力就是强。重新站起来的比赛眼神当中充满了无力，无论博萨如何挣扎反抗，都无法与阿斯哈提展开对抗。那么场面就不会这样了。对，再一次的重击，还是阿斯哈提。毕竟是阿斯哈提23岁，而白水牛47岁，博萨就47岁啊。这个白水牛这个手为什么放下来很危险？可能体能出现了问题，可能出现了问题。对。我们看到站在白水牛的边角啊，也有这个同样来自于南非的拼拳界的高手胡斯格鲁沙。我们来看看这个丰富的比赛经验和沉稳老练的作战方式，让博萨坚持到了现在，不然早就被阿斯哈提的重拳打昏迷了。虽然博萨的巅峰期已经过了20多年，但博萨依然拥有一个老当益壮的身体素质。面对眼前这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打起架来，博萨虽然很吃力，但依然可以保持正常对抗。实在顶不住压力的博萨开始实施搂抱，已经被他2次重击，在第一回合被抢夺，第二回合又被抢夺。这场比赛到现在呢，双方已经是变成了一场拳击的对决。对，现在看起来更像拳击比赛了，毕竟两个都是著名的拳击手。双方啊，因为阿斯哈提也是承认白水牛是自己的偶像，所以白水牛来说呢，是你多年的职业拳击的生涯。双方好像在这时刻暂时忘了自己是在自由搏击的规则下进行比赛。这种说法在拳击比赛里是不允许的。中国武术叫双分冠啊。对，打几10年拳击比赛的博萨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。从比赛一开始到现在，他的腿法进攻一直都很稀少，甚至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博萨实施腿法进攻的次数。然而阿斯哈提为了表示尊敬，果断放弃了腿法进攻，与博萨展开激烈的拳击对抗，体能消耗殆尽，精神状态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于是博萨又吐了一次护齿。对于阿斯哈提来说，能和偶像站在擂台上打比赛已经是无遗憾，不管比赛结果是输还是赢，阿斯哈提算是完成了儿时的梦想。因为力量是不是绝对的，而包括你的出拳的速度和打击力量上都不如阿斯哈提。场裁判这个向这个白水牛提出了警告，你不要再吐护齿了，再吐的话就要扣你了。有时候脱掉护齿是一种战术的这个拖延。对，因为毕竟体能下降很长年，已经47岁，我脱掉护齿目的或者延缓一下你的进攻。博萨又挨到了阿斯哈提的重拳，阿斯哈提可以跟他保持一些距离，对，不用这个搂抱。叫对方不要搂抱，不要搂抱。这个博萨很有经验，这个他很聪明，非常聪明。大家看到这是规则允许，这规则允许，是吧？这个到期还是10秒。哎，刚才是想赢了呀。虽然这是一场自由搏击。第3回合开始，前面2回合已经摧毁了博萨大部分的防御，然而此时精力充沛、体能使不完的阿斯哈提却开始懈怠，貌似是想和博萨慢慢玩下去。毕竟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虽然是日本老将，但同样是阿斯哈提儿时所追逐的偶像和梦想。往大了说，就是没有博萨就没有阿斯哈提的今天。博萨已经彻底放弃了腿法进攻，再加上他的体能已经不支持他实施幅度太大的进攻动作，所以阿斯哈提面对博萨实施的搂抱，只能附和着博萨来进行攻击。博萨不愧为一个老将，他的体能可能在这个出现一个慢热的状态，但是呢，到第3回合他的体能有所回升。战术运用极其合理，这是规则允许的。你看这我就打完之后转肩抱着你，这会不错。拳击手的这个规则，来自于韩国的定牌也是没有办法。这个是阿斯哈提中圈套了，他可以推开，对，中圈套了，只让告诉他了。老铁，你是那个人。这警告。你如果再搂抱就要。两人在擂台上玩得很开心，裁判先是警告了身处劣势总是想耍赖的博萨，后又对阿斯哈提进行了严肃警告。不过这个警告并不能影响他们2人在擂台上愉悦的玩耍。好好的一个自由搏击被他们硬生生打成了拳击比赛。重量级的比赛非常的消耗体能，一般情况下在前2回合就会提前结束比赛，对战到第3回合的这个情况非常少。博萨的双雷贯耳实在是太搞笑了，节奏非常出色。打好最后一个回合，但是这里面呢也不排除博萨这个攻城计的这个可能，也许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老。要不然这个护齿好像掉了，护齿又掉了。
这个带上继续打，继续打，你不要利用这种战术，我这场裁我不吃你这套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战术，这是战术，这是啊，对，白水牛的战术，特别聪明。这时候要掉了，不掉了。又一次给双方最后一次的口头警告。我们看到护士呢再一次脱落到了拳台上。现在这场裁觉得很无奈了，很无奈了。你采用这种战术，屡屡奏效，我们都虽然波萨的年龄已经很大了，但他有很大的玩心，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。怪不得别人都说人越说越小。这一次土护齿虽然救了博萨一命，但他还是难逃输比赛的命运。瑞三冠王彼得阿兹也是站在了博萨的边角。对，要利用一动，我就不给你打这种近距离的，我要想办法 KO 你，我要想办法 KO 你。博萨的护齿再一次脱落，第三次脱落，第三次脱落，第三次脱落了。哎，这就没办法，这完成的牺牲，就是因为你这个采取这种战术，这样扣一分，没说了，没说了啊。扣一分，这个裁判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果断给了博萨一张黄牌。不管博萨怎么打，都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。只要能活着下擂台，博萨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毕竟此时的阿斯哈提身强力壮，浑身充满了力气，要想下1秒直接将博萨 KO 掉，阿斯哈提只需发挥3成功，立即可完胜博萨。让我们好像觉得这个第二回合被击倒好像是假的一样。却是一个老将啊，可以说是虚实结合的这种战术，真让人摸不透。打到现在，这场比赛的胜负关系已经出来了，肯定是红方胜，除非是白水牛 KO 了这个阿斯哈提。对，这个打得不错。阿斯哈提非常的灵活进行游走，因为在比赛里面第一回合，白水牛博萨被 KO 强度过，第二回合也被强度过，是第三回合他所采用的这种突然的战术，就因为体能的下降。阿斯哈提可以打出很好的个组合，没准能 KO 对方。是啊，对，这个阿斯哈提打的稍微松了点，他是中计了，中招了，现在是。但是我们也看到白水牛博萨的这种。博萨的这个真是抗击打力，还有他的这种虚实的这种放置烟雾弹的这种经验。比赛结束了，从比赛一开始，博萨就没有好好打比赛，结果在擂台上的他总是搞一些稀罕事情，不是土护齿就是用双雷贯耳，试图将阿斯哈提震聋，并且还硬生生将自由搏击比赛打成了拳击比赛。与其说阿斯哈提掌握了比赛节奏，不如说是博萨掌控了整个擂台的节奏。手握大比分优势的阿斯哈提再怎么附和博萨玩，那么最终的胜利也不会跑到博萨手中。不会，是的。看这土人的整个的过程，通过高速连接，显露无遗，多么精准！博萨真是让我们看到这些小插曲的同时呢，也是非常敬佩这位47岁的顾老松。这场比赛的结果胜负，我觉得最终阿斯哈提获得了比赛胜利。47岁的老同志就不要在擂台上打比赛了。博萨既是日本人，也是他儿时的偶像。你说阿斯哈提是发起毁灭性进攻还是不发起进攻？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阿斯哈提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